话说刘备那时候啊，人在新野县，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才能招募到真正有才华的人，来帮助他实现复兴汉室的愿望。他常常叹气，觉得自己身边好像还缺个像姜子牙那样的军师呢。刘备，哎，天下大乱，我何时才能遇见真正的贤士，助我安定天下啊？关羽，大哥别急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贤才定会来投。就在刘备心急如焚的时候，一个叫徐庶的年轻人骑着马来投奔。徐庶可不简单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侠客，后来读书识字，变得特别有谋略。刘备一见他，觉得这人谈吐不凡，便很器重。徐庶，在下徐庶，字元直，久闻玄德公仁义，特来相投。刘备，元直先生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实乃玄德之幸也。徐庶果然没让刘备失望，他一来就帮刘备处理政事，规划军务，把新野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刘备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逢人就说：“元直先生真是我的军师啊！”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情同手足。刘备，元直先生之才，胜过我100倍，有您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徐庶，玄德公仁德，庶愿尽犬马之劳，为公效力。好景不长，没多久，曹操的大将曹仁就带着10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冲过来了，目标就是刘备所在的新野。这下子刘备可慌了神，他赶紧找徐庶商量对策。刘备，曹仁大军压境，声势浩大，元直先生有何妙计退敌？徐庶，玄德公莫慌，区曹仁，不足为惧，我自有退敌之策。徐庶胸有成竹，他对刘备说：“咱们可以这样，先假装放弃樊城，引曹仁进去。等他们进城后，我们悄悄把粮草辎重都撤走，再埋伏人马，放火烧他们的粮草。这就是著名的火烧博望坡的前奏啦。”徐庶，此计名曰火烧樊城，可先弃城而走，诱敌深入。刘备，妙哉！元直先生果然神机妙算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果然不出徐庶所料，曹仁看到空荡荡的樊城，以为刘备吓跑了，得意洋洋地带着大军进驻。夜幕降临，刘备的伏兵开始行动，火光冲天，把曹仁的粮草烧了个精光，城内大乱。曹仁，刘备小儿竟敢耍诈，快救火，保护粮草！曹军士兵，报将军，火势太大，根本扑不灭啊！刘备趁乱率军杀回，曹仁的军队被烧得七零八落，溃不成军，只好狼狈逃窜。这一战，刘备大获全胜，士气大振，而徐庶的名声也一下子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刘备得了一位高人。刘备，元直先生神算，一战而胜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关羽，有军师在，曹贼不足为惧。曹仁逃回曹操那里后，心里不服气，觉得自己太丢人了。他决定卷土重来，这次他布下了一个叫做八门金锁阵的奇门阵法，想要报一箭之仇。曹仁，刘备小儿竟敢入我这次定要用奇阵将他们困死。李典，将军，这八门金锁阵，非等闲之人能破啊！刘备一看这阵法，心里又开始犯嘀咕。徐庶却笑着说：“这阵法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。”他随手一指，
解释了阵法的要害，并告诉刘备该怎么破解。刘备听了茅塞顿开。徐庶，此阵虽奇，却有生门可入，从西南方杀入，可破此阵。刘备，元直先生真是料事如神，我军将士随我冲啊！在徐庶的指挥下，刘备的军队轻轻松松就破了曹仁的阵法，再次把曹仁打得落花流水。曹仁彻底没招了，只好灰溜溜地撤军，再也不敢提攻打新野的事情。曹仁，没想到刘备竟有如此高人相助，我实在是打不过了。李典，将军，还是先撤吧，再打下去只会损失更大。曹操听说曹仁又败了，而且败得这么惨，特别生气。谋士程昱告诉他，击败曹仁的不是刘备，而是他新得的一位军师，名叫徐庶。此人奇才，若不除掉，恐成大患。程昱，主公，此徐庶之才，胜我10倍，不可小觑。曹操，竟有如此人物，那必须为我所用，或除之。程昱心生一计，他知道徐庶是个孝子，母亲是他的软肋，于是他派人偷偷把徐庶的母亲抓了起来，软禁在曹操的地盘，想以此来威胁徐庶。程昱，徐庶此人，必以孝道为重，吾有计可令其归降。曹操，速速去办，务必将徐母安然请来。接着，程昱又模仿徐母的笔迹，写了一封假信。信里说徐母病重，急需徐庶回去探望，语气非常焦急，还让徐庶赶紧回来辅佐曹操，否则就没命了。程昱，这封书信要写的情真意切，让徐庶看了，不得不来。曹操，此计甚妙，徐庶若来，我可高枕无忧矣。假信很快就送到了徐庶手里，徐庶一看信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泪流满面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远在家乡的母亲会突然病重，心里焦急万分，又很纠结。徐庶，母亲病重，我身为人子，岂能不归？刘备，元直先生何故如此悲伤？可是家中出了何事？徐庶左右为难，一边是仁义的刘备，一边是重病的母亲。最终，孝心占了上风，他找到刘备，跪下告别，说自己不得不走了，要去曹操那里探望母亲。徐庶，母亲病重，儿子不孝，不得不暂离玄德宫，前往许都探望。刘备，孝心可嘉，然先生一去，如断我左右臂膀啊！刘备听了，心里难过极了，眼泪也止不住地流。他知道徐庶这一去，可能就回不来了，但又不能阻拦一个孝子。他亲自送了徐庶好远，直到看不见人影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去。刘备，元直先生一路保重，他日若有缘，愿能再聚。徐庶，玄德公保重，徐庶有愧。徐庶骑着马走了，心里还是特别难受。他突然想到，刘备这么好的人，不能没有贤才辅佐啊。于是，他猛地勒住马，转身又回到刘备身边，对他推荐了一位隐居在隆中的高人诸葛亮。徐庶，玄德公，我虽去，但有一人可替我，他乃卧龙凤雏之一，诸葛孔明也。刘备，何谓卧龙？此人果真有先生之才吗？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名字，又惊又喜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连忙问徐庶：“那这位卧龙先生住在何处？”
我一定要去拜访他。徐庶告诉了刘备地址，并叮嘱他要诚心诚意的去请。刘备，多谢先生指点迷津，若得此人，我何愁天下不定？徐庶，此人非同凡响，玄德公务必三顾茅庐，方能请动。徐庶告别了刘备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曹操那里。他一见到母亲，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，但他很快就发现母亲脸色不对，似乎并没有生病的样子。徐庶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徐母，你这逆子，为何抛弃仁义之主，来投曹贼？徐母听了事情的原委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痛骂儿子被奸人所骗，竟然为了自己放弃了辅佐民主的大好前程，觉得徐庶糊涂。说完，他猛地撞向一旁的柱子，当场气绝身亡。徐庶痛哭流涕，发誓终身不为曹操献一计。徐母，我儿糊涂，大丈夫当忠心事主，岂能为母儿弃义？徐庶，母亲，孩儿罪该万死，我徐庶此生绝不为曹贼献一计。话说刘备从许都回来后，一直闷闷不乐，愁眉苦脸的。他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却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，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烦恼，心情简直糟透了。刘备，哀，光阴似箭，我何时才能重振汉室，安抚天下百姓啊？就在刘备为国家大业发愁的时候，突然有人通报说，当年的隐士司马徽，也就是水镜先生，竟然来访了。刘备听了简直是又惊又喜，赶紧整理衣冠，快步出门迎接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朋友。刘备，先生大驾光临，真是让备蓬荜生辉啊！快请，快请入内。两人坐下后，司马徽看到刘备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就笑着说：“将军啊，我看你现在遇到的困境，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。你缺的不是兵马，而是真正能为你出谋划策、定国安邦的奇才。”司马徽，将军所缺者，非兵非马，乃惊天伟地之大才也。刘备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赶忙拱手问：“先生口中的卧龙凤雏到底是谁啊？还请先生不吝赐教，为备指点迷津，备感激不尽。”司马徽捋着胡子，神秘地笑着，慢慢地说出了两个震惊天下的名字。刘备，请先生明示，这两位奇才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备并当亲往求教。司马徽告诉刘备，卧龙就是诸葛孔明，他隐居在隆中，虽然年轻，却有惊天伟地的才能。他还说，如果能得到卧龙相助，刘备的大业必定能成功，汉室复兴指日可待。司马徽，卧龙便是诸葛孔明，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可为将军谋划天下。刘备听了司马徽的话，简直是如获至宝。他立刻决定，不管多远都要去请这位卧龙出山。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带着关羽和张飞一起骑马朝着襄阳隆中的方向进发了，心情充满了期待。刘备，如此贤士，我必须亲自去请，方显诚意。望二弟与我同往。经过一番跋涉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隆中山下。远远望去，只见那里山清水秀，绿树成荫，果然是一处隐士居住的好地方。
刘备心想，这样的地方才能养出卧龙般的奇才，心中更加坚定了拜访的决心。刘备，此地清幽雅致，果然是高人隐居之所。寻访至此，已感心旷神怡。没想到他们到了诸葛亮的草庐，却扑了个空。看门的童子摇摇头说：“先生一大早就出门访友去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”刘备心里有点失落，但还是决定耐心等待，展现他求贤的诚意。童子，先生今早出门会有去了，可能要傍晚才归来呢。没等到诸葛亮，却遇到了他的弟弟诸葛均。刘备对诸葛均非常客气，详细询问了诸葛亮的情况，并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诚意，希望诸葛亮能帮助他复兴汉室的宏愿。刘备，请问令兄何时归来？备求贤若渴，愿酒后以灵教诲。眼看天色已晚，诸葛亮还是没有回来，刘备只好写了一封信，郑重地交给诸葛均，恳请他转达自己的心意，并表示过些时日一定会再来拜访，绝不放弃。刘备，请务必将此信转交给先生，表达我诚挚的敬意与期盼。过了没多久，刘备决定进行第二次拜访。这一次，他特意选了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再次带着关羽和张飞，满怀希望地向着隆中进发。他坚信这次一定能见到卧龙先生。刘备，此次定能见到卧龙先生。二弟、三弟，诸位准备好了吗？没想到命运再次和刘备开了个玩笑。他们到了草庐，童子却说先生又出门了，而且这次似乎是去云游四方，归期更是遥遥无期。刘备心头的希望一下子又落空了，眉头紧锁。童子，先生出门游学去了，行踪不定，归期更是遥遥无期呢。正在刘备沮丧的时候，只见一位老者从林中走出，手持拐杖，气度不凡。刘备以为这就是诸葛亮，连忙上前行礼，结果原来他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。刘备的心情更加复杂了。刘备，请问老丈可是诸葛先生？备久仰大名，特来拜访。两次扑空，让张飞和关羽都有些不耐烦了。张飞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大哥，这人也太摆架子了吧！我们不如放把火，把这草庐烧了，看他出不出来，何必如此低声下气？”张飞，这卧龙也太拿巧了，大哥何苦如此受辱？末将实难忍受。刘备听到兄弟们抱怨，严肃地说：“贤才难得，我们理应以诚相待，怎可如此无礼？你们若是不愿，便在此等候，我自己一人前往便是。求贤之心不可动摇。”刘备，贤士当敬，不可无礼。纵使等候再久，备亦甘愿。尔等莫要多言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童子带来消息，说诸葛亮已经回府了。刘备一听，顾不得外面天寒地冻，雪花纷飞，立刻决定进行第三次拜访。他特意换上整洁的衣服，以示对贤者的最高尊重。刘备，如此良机，岂能错过？吾即刻前往隆中，愿与先生一见。漫天飞雪中，刘备带领着关羽和张飞，艰难地走在前往隆中的山路上。他们深一脚浅一脚，每一步都充满了对贤才的渴望和尊敬。寒风呼啸，却无法吹散刘备心中的热忱。张飞，这雪下得真大，大哥您别冻着了，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雪吧。
他们第3次来到草庐，这次终于看到诸葛亮在家了。不过，童子悄悄地说：“先生正在睡觉。”刘备怕打扰了先生休息，竟然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台阶下等候，不发一言。童子先生正在午睡，将军请稍等片刻，莫要惊扰了他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雪花落在刘备的帽子和衣服上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像一座雕塑。关羽和张飞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既佩服又心疼。这份求贤的诚意真是感天动地，令人动容啊！关羽大哥，您站久了会受寒的，不如先进屋等候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终于，屋内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，诸葛亮醒了。他慢慢起身，推开了房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将军，正是刘备。这场等待了3次的历史性会面，终于要开始了。刘备拱手作揖，声音充满敬意。在下刘备，特来拜访先生，久候多时。话说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，已经跑了2趟了，这回是第3次。只见寒冬腊月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3人不畏风雪，再次踏上了前往隆中卧龙岗的路，真是诚意满满啊！刘备，军师之才，天下难寻，再艰难也要请他出山。张飞，大哥，这雪也太大了，这孔明架子真大。关羽，3弟休得胡言，大哥诚心可照日月。他们终于来到隆中，却听说诸葛亮又不在家，真是让张飞气得想骂人。这次接待他们的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，他告诉大家，兄长去游山玩水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。诸葛均，家兄出游未归，公子请回吧。张飞，这孔明真是傲慢无礼。刘备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在此等候。等了许久，终于看到远处有人影走来。刘备心想，这回总该是诸葛亮了吧？他连忙迎上前去，却发现来人并不是诸葛亮，而是一个年轻的书生。不过很快，诸葛亮本人就回来了。刘备，敢问先生，可是卧龙先生？诸葛亮，正是在下，久候诸位了。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，他非常恭敬地请教天下大计。诸葛亮看刘备如此诚恳，也没再推辞，便坐下来，沏了一壶茶，准备好好跟刘备聊聊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刘备，备虽德薄，愿为百姓，请先生指点迷津。诸葛亮，将军盛情，亮不敢不受。诸葛亮没有藏私，他拿出地图，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，提出一套隆中对的宏伟蓝图。他认为，曹操、孙权实力雄厚，刘备不应与他们争锋，而是应先图荆州、益州，再图天下。诸葛亮，曹操势大，孙权有江东之险，将军可先取荆益。刘备，先生之言，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听了诸葛亮一番分析，刘备茅塞顿开，觉得诸葛亮真是神人。他下定决心要诸葛亮出山相助。诸葛亮也感动于刘备的诚意，终于答应出仕，从此成为刘备的军师。刘备，先生若肯出山，备愿执鞭坠镫，肝脑涂地。诸葛亮，将军如此诚心，
亮愿效犬马之劳。没想到诸葛亮刚答应出山，曹操那边就派大将夏侯惇带着10万大军杀过来了。刘备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愁眉苦脸，因为自己兵少将寡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刘备：曹操大军压境，我军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？关羽：大哥勿忧，我等誓死力战。这时候，诸葛亮却是气定神闲，一点儿都不慌。他笑着对刘备说：“这点小事算什么？让我去安排就行了。”他的自信让刘备和众将都感到非常惊讶，但又燃起了一丝希望。诸葛亮：主公勿忧，亮请调拨军马，退曹兵于千里之外。刘备：先生新来，未曾理事，只怕有所不便。不过关羽和张飞可不服气，他们觉得诸葛亮一个书生，从来没打过仗，凭什么指挥他们这些久经沙场的大将？嘴上虽然没说，脸上却写满了不屑和怀疑。张飞：一个乳臭未干的书生，也敢调兵遣将？关羽：且看他如何用兵，再做计较。诸葛亮没有理会他们的怀疑，他开始分配任务。他让关羽和张飞各带1000兵马，埋伏在山谷两侧，等待信号。这让两兄弟更加不解，这么点人能做什么？诸葛亮：云长、翼德各领1000人，埋伏于博望坡左右。张飞：区1000人，能做何事？接着，诸葛亮又安排了赵云和刘备的任务。他让赵云带着人马先去迎战，然后假装打败仗往后撤。刘备则带领主力部队在博望坡前准备好诱敌深入的陷阱。诸葛亮：子龙先引兵出战，佯败诱敌，主公则设伏于博望坡。刘备：一切听凭军师调度。诸葛亮最后才解释了整个计策。原来他打算利用博望坡的地形，先诱敌深入，然后用火攻，再让关羽和张飞从两侧杀出，赵允从后方夹击，一举歼灭曹军。诸葛亮：此乃火攻之计，务必将敌军引入博望坡。刘备：军师高明，备心服口服。另一边，夏侯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过来，他根本没把刘备放在眼里。旁边的李典虽然觉得诸葛亮初出茅庐，应该小心为上，但夏侯惇却狂妄得很，完全不听劝。夏侯惇：刘备属备，何足挂齿，一战可擒。李典：将军，诸葛亮新来，恐有埋伏，以谨慎为上。赵云按照诸葛亮的计策，先率兵冲出，和夏侯惇的先锋部队稍微交手，然后很快就假装不敌，掉头就跑。夏侯惇见状，更加得意，以为刘备真的不堪一击，便大声下令全军追击。赵云：敌军势大，且战且退。夏侯惇：看刘备属备，果然无能，全军追击，勿使逃脱。夏侯惇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追进了博望坡的山谷。只见地形越来越窄，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。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，反而觉得距离胜利越来越近了。夏侯惇：快追！刘备就在前方，莫要让他跑了。就在夏侯惇军队全部进入山谷的时候，突然四面八方火光冲天。原来诸葛亮早就在这里埋伏了柴草、引火之物，瞬间将整个山谷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曹军顿时陷入混乱。夏侯惇：不好，中计了，快撤！士兵：
大火，救命啊！就在曹军被大火烧得晕头转向的时候，两侧山林里突然杀出2队人马，正是关羽和张飞。他们如猛虎下山，从左右两翼向陷入火海的曹军发动猛攻，曹军损失惨重。关羽杀啊！张飞曹贼受死。而就在曹军仓皇逃窜的时候，赵云又带着兵马从后方杀了回来，截断了他们的退路。3路夹击之下，夏侯惇的10万大军被杀得溃不成军，死伤无数，狼狈不堪地逃走了。赵云休想逃脱！夏侯惇快撤！撤！诸葛亮站在高处，望着山谷中火光冲天，曹军溃败的景象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是他第一次出山用兵，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也证明了自己的非凡才智。经此一战，刘备对诸葛亮是彻底服气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就连之前不太服气的关羽和张飞，也终于认识到了诸葛亮的厉害，心甘情愿地听从军师的调遣，刘备集团的凝聚力更强了。刘备军师用兵如神，备不及也。关羽孔明先生莫将知错，日后定当听从号令。张飞军师真是神人，俺张飞彻底服了。话说曹操势力越来越大，而刘备虽然有诸葛亮帮忙，却还是只有新野这块小地方。看着曹操的大军步步逼近，刘备心里可真是不安啊，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才好。刘备军师，曹操大军压境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诸葛亮主公莫慌，亮自有退敌之策。与此同时，远在荆州的蔡夫人，就是刘表的妻子，担心儿子刘琮的未来。她悄悄地和弟弟蔡瑁商量，想着既然刘表刚过世，不如把荆州献给曹操，这样母子俩才能保住富贵。蔡夫人，哥哥，刘表一去，荆州恐难保全，不如献给曹操。蔡瑁，夫人所言极是，此乃保全之计。蔡瑁听了姐姐的话，心里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他看准时机，立刻派人偷偷地去和曹操联系，表示愿意把整个荆州都献出来。这下子荆州眼看就要不保了。蔡瑁，好，我这就派人去许都联络曹丞相。信使，遵命，大人。小的这就去办。没想到曹操一听到蔡瑁愿意献出荆州的消息，简直是乐坏了。他觉得这真是天大的好事，无非一兵一卒就能得到这么大一块地盘。曹操立刻决定要亲自带兵南下。曹操，哈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，荆州唾手可得。谋士，丞相英明，此乃大喜之事。曹操一声令下，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许都出发，旌旗蔽日，战鼓震天。这支庞大的军队声势惊人，目标直指荆州，也顺便要扫平刘备在新野的势力。没多久，消息就传到了新野。探子回报说，曹操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向荆州，队伍绵延数十里，看来是要把刘备和新野一口吞掉。刘备听到这消息，脸色都变了。探子，主公，曹操大军已至，兵分10路，声势浩大。刘备，这么快，曹操果然来势汹汹。诸葛亮却是气定神闲，他微微一笑，对刘备说：“主公不用担心，
虽然曹操兵多将广，但我早料到他会来，咱们就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他眼神闪烁，胸有成竹。诸葛亮，主公不必忧虑，亮早已算到曹操会来。诸葛亮，咱们就让他尝尝火烧新野的滋味。诸葛亮解释了他的计策，既然曹操想占新野，咱们就给他一座空城，先让百姓撤离，然后在城里埋下火种，等曹操大军一进城，就四面放火，让他们尝尝火攻的厉害。诸葛亮，曹操好大喜功，必会轻敌入城。诸葛亮，我们便将计就计，送他一座火城。刘备听了这个计策，眉头紧锁，他舍不得自己的百姓和辛苦经营的新野城，叹气说：“军师，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据点啊！又要让百姓受苦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”刘备，火烧城池，百姓何辜？我心实不忍啊！关羽，大哥，此乃无奈之举，望三思。诸葛亮见刘备犹豫，便劝道：“主公，一时的牺牲是为了长远的胜利。若不如此，新野迟早会被曹操攻破，到时百姓一样受苦。我们只能忍痛，才能保护更多人啊。”诸葛亮，主公，舍小家顾大家，方是王道。诸葛亮，此计虽狠，却能重创曹军，保全我军实力。刘备最终点头同意。于是，新野城里的百姓开始撤离。刘备和将士们挨家挨户地劝说，帮助老人小孩离开。城门外，一队队百姓背着行李，默默地往安全的地方走去。刘备，乡亲们，请随我往安全处撤离。百姓，多谢主公，我们相信您。在百姓撤离的同时，刘备的将士们也没闲着，他们遵照诸葛亮的指示，在新野城里的各个角落，特别是风口处，悄悄地堆放了大量柴草，并准备了引火之物，等待最佳时机。士兵 A， 这里再多放些柴草，风大，火势必猛。士兵 B， 引火之物都准备妥当，只等军师号令。曹操的大军终于到了新野城外，先锋部队由曹仁、李典带领。他们看到城门大开，城里却鸦雀无声，这让他们心里直犯嘀咕。这种异常的平静，反而让人觉得不对劲。曹仁，城门大开，却无一人，此地有诈。李典，将军所言甚是，莫要轻易入城。尽管有所疑虑，曹操的将领们还是按耐不住想抢攻的心。他们一声令下，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新野城。只见街道空荡荡的，家家户户门户洞开，仿佛一座死城。将领甲，看来刘备是吓跑了，新野唾手可得。将领乙，赶快进城，莫让功劳被别人抢了去。曹仁和李典再次提醒大家小心，但性子急躁的许褚却不以为然，他哈哈大笑，不过是些刘备的把戏，何足挂齿。你们若是不敢，我来打头阵。说着就冲进了城里深处。许褚，一群胆小鬼，刘备早就闻风而逃了。许褚，看我如何擒获刘备人马。就在曹军得意洋洋地在新野城中搜寻刘备踪迹时，忽然城外一声号炮响起，紧接着四面八方都有火光冲天而起，风势助长下，火舌迅速蔓延，新野城顿时化作一片火海。士兵 C， 不好，城里着火了，快跑啊！士兵 D， 这是刘备的诡计，
我们中计了。熊熊烈火在新野城中肆虐，被困在城里的曹军士兵们惊慌失措，四处乱窜。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惨叫声、马嘶声此起彼伏，整个新野城都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。曹军士兵，救命啊！我被困住了。曹军将领，快冲出去，别乱了阵脚。此时，刘备和诸葛亮站在城外的高地上，看着新野城火光冲天。诸葛亮面无表情，而刘备则是复杂的叹了口气。虽然计策成功，但看着故城被毁，心里还是有些感伤。刘备，哀，星野付之一炬，我心甚痛。诸葛亮，主公，此乃胜利之代价，勿为小伤感。熊熊烈火烧了整晚，曹军死伤惨重。清晨时分，残存的曹军终于狼狈地逃出了火海。曹操虽然逃过一劫，但他的主力部队损失惨重，这让他气得脸色铁青，发誓要报仇。曹操，可恶！刘备小儿，我必不与你善罢甘休。曹操，传令下去，全军撤退，容我再做打算。新野之战，诸葛亮出斩神机，一把大火烧得曹操灰头土脸，也让刘备军士气大振。虽然失去了新野，但他们成功地重创了曹操，为接下来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诸葛亮，此战虽苦，却能让曹操知我等厉害。刘备，军师之智，真乃神鬼莫测也。